电脑公司的秘密。中关村故事之2。1. 买软件的人少了。方欣在中关村开电脑公司已经1年多了。他的公司叫新月电脑公司，就在中关村北边，离北京大学不远。公司不大，只有2间房子，人也不多，除了方欣，还有3、4个帮他卖东西的。小月还在以前的地方工作，但是周末的时候，他一有空就来公司帮方欣做点事儿。方欣非常爱小月，小月也非常爱方欣，他们都希望公司一天比一天好。开电脑公司后，方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他刚写完的软件。这个软件叫新月中文，这是一个中文软件，只要懂汉语的人都会用。用这种软件写东西非常方便。这2年，电脑比以前便宜了很多。以前一个电脑要2、3万，现在只要1万多，最便宜的几千块就能买到。用电脑的人多了，买软件的人也就多了起来。很多人喜欢新月中文。新月电脑公司虽然小，但是来买软件的客人不少。第1个月，方欣卖了500个软件。第2个月，卖了2200个。第3个月，他们卖了6000多个。方欣高兴坏了。但是没过多久就出了问题。这天晚上，方欣坐公共汽车回到家，看见小月在厨房里做饭。他走进厨房，问小月：“你说是不是买电脑的人多了，买软件的人也应该越来越多？”小月说：“电脑离不开软件，没有软件，电脑就没办法用。买电脑的人多了，买软件的人当然也应该更多了。”方欣说：“最近电脑又便宜了不少，买电脑的人更多了。可是到我们公司买软件的人比以前少了，比几个月前少了很多。”是吗？小月把饭和菜拿到桌子上，说：“不过，商店卖东西不可能一天比一天卖得多，有时候卖得多一点儿，有时候卖得少一点儿，这没什么。”方欣说：“不是少了一点儿，是少了很多。上个月，新月中文一共卖了18000个，这个月，今天已经是28号了，但是到现在才卖了12000个，少卖了6000个。”小月看着他，少了这么多，怎么会这样？这么说，真的有问题？一定有问题，方欣说。但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。小月看见方欣很不快乐，就说：“先别谈工作上的事，天不早了，快吃饭吧。”方欣看见他做了很多菜，桌子上还放着酒，忙问：“今天怎么做这么多菜，还要喝酒？”小月笑了起来。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方欣看着他：“什么日子？我不知道啊。”看你忙的，把什么都忘了。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所以我多做了几个菜，还买了点酒。方欣高兴地说：“对呀，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这些天一直想着软件的事，把生日都忘了。小月洗干净手，给方心开了一瓶酒，说：以前我不让你喝酒，今天过生日你就喝点吧，喝点酒，吃点菜，吃完饭看看电视，听听音乐，休息一下。明天是周末，我跟你一起到公司看看。他给自己拿了一杯茶，说：来，生日快乐！这几天因为软件卖得少，方心一直不太高兴。听了小月的话，他不再想软件的事。他们两人一起喝酒、吃菜，说些高兴的事。方心觉得很愉快，觉得在家里真舒服。吃完晚饭，又看了一会儿电视里的足球比赛，到11点多才睡觉。2. 见到了老朋友。第二天是星期天，早上，方心和小月很早就起床，吃完早饭，两个人马上坐公共汽车去中关村。刚到公司一会儿，公司里的几个人也来了。大家一起收拾桌子和电脑，新的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。小月找了几张介绍中关村的报纸，看了一会儿，说：这个月中关村卖出去的电脑比上个月多了2万多个。为什么买新月中文的人会比以前少呢？是不是他们觉得新月中文不好用，不喜欢新月中文，买了更好用的软件？方心说：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要是新月中文有什么地方不好用，跟大家的习惯不一样，我们应该做得更好一些。小月说：我们到卖电脑的地方看一看，听听大家怎么说。方心说：好，我们一起去。北京已经是冬天，天气很冷，不过中关村的电脑商店人还是很多，买东西的、卖东西的，大家都很忙，好像一点儿也不觉得冷。方心和小月走到一家公司外边，听到有人叫：喂，方心。方心回过头一看，有个男的骑着一辆新自行车过来，他穿着一件黑衣服，里面是一件白衬衫，看上去好像很贵。是钱柜，好久不见啊。方心说。钱柜可以说是方心的一个朋友，他也在中关村开了一家电脑公司。方心自己办新月电脑公司前，在他的公司工作过几个月。因为两个人想的不一样，方心就不在钱柜的公司工作了。他回到家里写新的软件，写完新软件不久就自己开了公司。新月电脑公司离钱柜的公司不远，但是他们都很忙，方心很少和钱柜见面，也不知道钱柜的公司现在办得怎么样了。钱柜下了车，看见小月，就问：这是你爱人？真漂亮。方心说：是的，她叫小月。你有女朋友了吧？什么时候也让我们见一见啊？钱柜说：我还没有女朋友，我想等我有钱了再找。现在的女人都喜欢钱，男的有钱他就喜欢，没钱他就不喜欢。所以我先不找女朋友，只想怎么能多赚钱。有了钱，漂亮的姑娘有的是，不用我找她，她自己就找我来了。
你说是不是？方心笑了笑。你的公司怎么样了？这个钱柜看了看天，还行吧。不过中关村公司太多，办公司也难啊。我还有事，找个机会我请你们喝酒、唱歌、跳舞，一起快乐一下。再见。他不想多说公司的事，骑上自行车就走了。方心和小月来到一家电脑商店，这是中关村最大的一家电脑商店，那里客人很多，都是来买电脑的。商店里人人都非常忙。方心看见前面有个女的正在买电脑，就来到她旁边，问：阿姨，你好，这个电脑你是买来自己用吗？那女的说：是啊，我自己用。我在一个图书馆工作，有时间喜欢给报纸、杂志写点东西。以前没电脑，只能用笔写，觉得很不方便。现在电脑也不贵了，所以我想买个电脑。方心又问：那你用什么软件写东西呢？那女的说：软件，这个我还没有想好呢。方心问：你听说过新月中文吗？打算买新月中文吗？那个女的说：我听说过新月中文，报纸上介绍过，说是我们国家最好的中文软件。我也问过一些同学朋友，他们都觉得新月中文很好用，现在还没有比它更好的中文软件。不过，我今天不准备买，以后买不买，我还没有想好。方心和小月又问了几个人，他们都说新月中文好，但还没想好买不买。从电脑商店回来，方心对小月说：我看不是因为大家觉得新月中文不好才不买，最近软件卖得少，一定有别的问题。3. 谁忘了钱包？中午，方心和小月就在公司吃午饭。吃饭的时候，有个客人来到公司，他大概有50多岁，长得很高，一进来就问：你们这里卖新月中文吗？我想买一个。方心忙站起来，拿出一个软件走上前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卖新月中文的。他介绍了一下软件，又说：能不能问一下，您是从哪里听说这个软件的？那个男的说：新月中文很有名，报纸上介绍过，我也听一些朋友说过，这个软件很不错，特别是对我们中国人比较合适。我今年已经53岁了，电脑可能不太容易学，所以我一定要买好用的软件。我英文不大好，外国的软件用起来不方便。我喜欢中国的软件。方心听了非常高兴，问您贵姓？那个男的说：我姓黄，是学校的老师。他说了一些学校的事，高兴地拿出钱买了一个软件，然后就出去坐公共汽车走了。他走后不久，小月看见桌子上有个钱包，一看，钱包里有2000多块钱，还有3张电影票。这是谁的钱包？他问。方心看了看，一定是刚才那个黄老师的，
他忘拿了，钱包不见了，他一定很紧张。我们要马上告诉他。小月说：“给他打个电话，有他的电话吗？”方心说：“咱们没有记他的电话，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”公司里别的人说：“等他自己回来拿吧。”方心想了想，他不一定知道自己的钱包不见了，知道钱包不见了，也不一定想到在我们这里。我看还是把钱包给他送去吧。刚才和他说话，我听说他是一个学校的老师，教历史的。他们学校在机场附近，我到那个学校去找他。这样也好，你快去吧。小月看了看外边，外边很冷，你多穿件衣服，别感冒了。方心说：“我身体好，不容易生病。”不过他还是多穿了一件衣服，然后拿着钱包跑出去了。走到钱柜的公司旁边，钱柜正在收拾自行车，看见他问：“天这么冷，你上哪儿去？是不是找姑娘跳舞啊？”方心说：“有个客人把钱包忘在我公司了，我给他送去。”钱柜两只小眼睛看着他，上上下下看了好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方心啊，方心，你没出什么问题吧？我还以为你去找漂亮姑娘玩呢。钱包是他自己忘的，如果他回来找，你给他也就行了。要是他不回来，你就自己拿着。你还给他送去，这种事只有你会做。要我看，他找上门来，你说没看见就不给他，他有什么办法能把你怎么样？”方心笑了笑：“没关系，今天客人不多，不太忙，我给他送去，不麻烦。”他上了公共汽车，往机场那边去。坐了1个多小时汽车，到了那个学校。学校离机场不远，站在学校大门旁边就能看见飞机。因为是星期天，学校不上课，一些学生在教室里复习，准备考试，也有一些学生在打篮球、玩足球。方心问一个学生：“同学，请问教历史的黄老师家在哪里？”那个学生说：“黄老师家就在学校旁边，我带你去找他。”他带方心来到一个小公园后边，上了一个高楼，来到黄老师家。黄老师正准备出去，看见方心，他停了下来，问：“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”方心说：“你好，黄老师。中午你在我们公司买软件的时候，忘没忘什么东西？”黄老师说：“我的钱包不见了，是不是忘在你那儿了？我正准备去找呢。”方心说：“我刚才在公司里看见有一个钱包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你的。你的钱包是什么颜色的？里面有多少钱？”黄老师说：“我的钱包是红色的，里边有2500多块，还有3张电影票，那是我女儿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今天是我生日，她知道我喜欢看电影，准备晚上让我们一家人去看电影。对了，包里还有一张我女儿的照片，那张照片是我给她照的。”方心拿出钱包，钱包里是有一张姑娘的照片，她长得非常像你，
一看就知道是你女儿。黄老师，这是你的钱包，你看一下。黄老师非常高兴。太谢谢你了，这么远的路你还给我送来。来来来，请进来坐一会儿，吃点水果。方心说。谢谢，不客气。黄老师说。请一定进来坐坐，我还有点事跟你说呢。方心就进他家坐了一会儿。黄老师家非常干净，客厅有2张画，画的是漂亮的风景，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画的。他家里还有一只小狗，非常可爱。黄老师很客气，拿出苹果请他吃，又说：方先生，你的软件做得好，人更好。最近我们学校准备开电脑课，教学生用电脑，打算买100个电脑，100个软件。我跟他们说说，就从你们公司买，怎么样？方心一听，高兴极了。那太好了，谢谢你，黄老师。4. 有人卖盗版软件。几天后，黄老师和他们学校的2个老师来到新月电脑公司，买了100个电脑，100个软件。方心一下有了100多万，他和小月都非常高兴。这件事让他们认识到，你对大家好，大家也会对你好，给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做什么事都是这样。黄老师参观了他们的公司，说：现在有的人只买电脑，不买软件，他们喜欢用盗版软件。我觉得这样不好。要是大家都不买软件，软件卖给谁？以后谁还做软件？方心说。黄老师，您的意思是新月中文也有盗版？黄老师说。我没见过，不过我听说也有。上个月，我请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同学吃饭，他说他有一次来中关村，就看见有人卖盗版的新月中文。是吗？不是开玩笑吧？黄老师说。怎么会是开玩笑呢？只不过我同学没有买，但是他觉得很不舒服。有人盗版新月中文了。盗版软件比较便宜，很多人就去买盗版。方心现在清楚了，最近来公司买软件的人少，就是因为这个。做盗版的是谁？盗版都在哪些地方卖？方心知道，如果不把做盗版的人找出来，盗版会一直卖，那么买新月中文的人还会更少。黄老师看了看表，都10点1刻了，我们应该走了。过几天我要去外国旅行，要回家收拾一下行李。再见，下次买电脑还找你们。黄老师走后，方心马上来到外边，这里看看，那里问问，希望找到卖盗版的人。但是，一直到下午4点多，他都没有看见卖盗版的人。第2天，他又去找，还是没有找到。这天上午，方心走到一家银行旁边的时候，听到有人说：软件，要软件吗？回头一看，看见一个女的，手里拿着一些软件正在卖。她大概20多岁，穿着一件红衣服，长得不大好看。听她说话，她不是北京人。
方心走过来问：有什么软件？穿红衣服的姑娘说：有很多，你要什么软件？有新月中文吗？那个姑娘不知道方心是谁，说：有啊，要买吗？说着拿出一个软件给他。方心一看，软件上写着新月中文几个字，不过这是盗版的新月中文。方心问：你的软件能用吗？那个女的说：能用，怎么不能用？这软件很有名，是我们国家最好用的中文软件，只要懂汉语的人都能用，非常方便。方心又问：多少钱一个那个女的说：20块。？20块。方心的软件卖500多块，可是盗版软件只要20块。她说：这么贵，还能再便宜点吗？那个女的说：你想买多少？如果买的多，可以再便宜一些。方心说：我就买一个，你便宜一点吧。那个女的说：买一个便宜不了多少，这样吧，你给我18块。方心给了他18块，那个女的给了他一个软件。回到公司，方心把盗版软件放进电脑，试了试，真的可以用。不过不像正版软件那么好用，有时候会出点小问题。公司里的人都很不高兴，说：这是谁做的盗版？快给警察打电话，把这件事告诉警察，让警察找他们。方心马上给警察打电话，说：我是新月电脑公司的方心，有人盗版我的软件，警察说：请你到我们这里来一下，把盗版软件也拿过来。方心很快去了警察那里，他带了2个软件，一个是他们的新月中文，还有一个是盗版的。警察看了看，说：我知道新月中文，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个软件。新月中文非常不错，大家都喜欢用。最近我们也听说中关村有人卖盗版软件，不过这些人不在一个地方卖，今天在这里，明天在那里，后天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很难找。我们找了几次都没有找到。我们想找到卖盗版的人，更想找到做盗版的人，不让他们再这样做下去。这些做盗版的人真是太坏了。请问你这个盗版软件在哪里买的？方心说：在一家银行外边。警察说：能不能带我们去？方心说：可以，我带你们去。方心带着2个警察，开着汽车来到中关村。离那家银行不太远了，方心看见那个穿红衣服的人还在那里买盗版软件，就对警察说：就在那里，就是那个女的。警察说：快！他们很快地下了车，跑过去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卖盗版的人跑了。方心和警察跑到银行外边，那个人已经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到哪里了。方心左看右看，没有看见那个女的。过了一会儿，方心和警察回到车上。警察说：卖盗版的不止一个人，他们很多人在一起，有的人在卖，有的人在旁边看。我们开着车，穿着警察的衣服，
他们很远就能看见我们，我们还没到，他们已经跑了。下次我们不能这样，不能让他们看出我们是警察。方先生，谢谢你带我们来，我们还会找，一定要找到做盗版的人。如果你再看见有人卖盗版，请马上告诉我们。5. 盗版从哪里来？最近报纸上、电视上常常说盗版问题，让大家不要买盗版软件。但是，因为盗版软件非常便宜，买盗版的人还是不少。以前盗版在北京卖的比较多，别的城市的人还是买方新的新月中文。可是这2个月，新月中文在别的一些城市卖的也比以前少了。小月说，盗版软件不止北京有，别的城市也有了。哪个城市有盗版软件卖，哪个城市新月中文就卖的少。只要有盗版，买新月中文的人就会少。方新说，最早只有北京有盗版，最近不少城市也有了盗版，所以我觉得做盗版软件的人一定就在北京。他们是谁？我还要找，一定要把他们找出来。如果不找到他们，新月中文就会卖不出去，那么公司就完了。以后只要有时间，方新就在中关村这里走走，那里看看，看一看哪儿有人卖盗版。这天下午，方新来到一家商店外边，听到旁边有人问：“先生，要软件吗？”方新一看，是个男的，大概有20多岁。他的前面放着一个黑包，那里有好多种软件。方新过去看了看，一下看见了新月中文。他好像没什么兴趣，说：“这些都是旧软件，很多我都买过了。”那个男的收拾一下软件，说：“有新的，好多种呢，哥，你好好看看。”方新说：“我现在没时间，有空再说吧。”走到楼后一个没人的地方，他拿出手机，给警察打了个电话。我看见卖盗版的人了，就在一家卖药的小商店外边，你们快来。警察说：“好，我们马上到。你注意他们，别让他们跑了。”过了一会儿，有个男的来到方新旁边，他就是方新认识的警察。他旁边还有个女的，长得很可爱，好像是他的女朋友。但是方新知道，她是个女警察。他们都没有穿警察衣服，不认识他们的人看不出他们是警察。男警察问：“他们在哪儿？”方新说：“就在前面，那个穿白衣服的就是。”男警察走过去，对那个卖盗版的说：“有什么软件？有新月中文吗？有，当然有。卖盗版的说：“这么好卖的软件，怎么会没有呢？”男警察看了一下盗版软件，问：“多少钱？”卖盗版的说：“20块一个。”男警察说：“买的多，能便宜吗？我要买100个，能便宜多少？”卖盗版的问：“你怎么买这么多？”男警察说：“买这么多，当然不是自己用，我也是想卖这种软件。
卖盗版的人有些紧张。在哪里卖？不会是在中关村吧？男警察说：我当然不在中关村卖，中关村是你们的地方，我不可能在这里卖。我也不在北京卖，我要拿到一些小城市卖。怎么样？能便宜多少？卖盗版的人这才高兴起来，说：你不在北京卖，我可以卖给你。你一下买100个，我可以给你便宜些，15块一个，怎么样？警察说。太贵了，14块吧。卖盗版的人想了想，也行，但是我要先看看有没有这么多。他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说：新月中文还有多少？有人想买100个，还有那么多吗？有，太好了，什么时候能送过来？行，我等着。打完电话，他对警察说。等一会儿吧，他会送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卖盗版的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说：东西已经送来了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我去拿东西。男警察说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卖盗版的说：不，你们不能去，他不让我带人去。说着，往楼后去了。两个警察见他没注意，不远不近地跟着往楼后走去。过了一会儿，方心也跟着到楼后来了。卖盗版的人没有看见他们。楼后有个小房子，很旧，门的外边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男子，他前面放着一个黑包。卖盗版的人走上前问：“是100个吗？”那个人说。100个，不会错的。卖盗版的人看了看黑包，说：钱过一会儿给你，你在这里等着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男警察跑过来，说：别动，警察！那两个卖盗版的拿起黑包就跑，跑到一个小商店外边，另一个女警察站在他们前面，说：警察，往哪儿跑？别动！两个警察一前一后，很快把他们抓住了。这时候，方心也走了过来。警察把卖盗版的人带到办公室。男警察问那个穿黑衣服的人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个人紧张地说：我姓毛，叫毛书明。警察问。什么时候开始做盗版？毛书明说：盗版不是我做的，我只卖软件。我从一个人那里买了以后再卖给别人。我买进来的时候，一个软件5块钱，再卖给别的卖软件的人，一个10块。他们再往外卖，一个卖15块、20块。警察问。你的软件是从谁那里买的？毛书明说：一个男的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，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警察问。他的电话多少？你们每次在哪里见面？毛书明说：我不知道他的电话，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。他每次给我打电话，都用不一样的电话号码。每次见面也都是在不一样的地方。跟他一起的还有什么人？他们的软件是从哪里来的？他从来不说，也不让我问。警察问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毛书明说：是他找我的。以前我在中关村卖书，他找到我，问我想不想卖软件。
我知道卖软件赚钱更多，就说可以试试，我们就这么认识了。警察说：毛书明，我看你说的不是真话。你们认识这么久，怎么可能不知道他的电话？毛书明说：我真的不知道，你打死我，我也不知道。警察又问了一些问题，但是毛书明只卖盗版软件，他真的不知道做盗版的是谁，也不清楚他们在哪里。警察让他先回家，告诉他做盗版的人再给他打电话的时候，就马上告诉警察。但是那个做盗版的人再没有打电话给他。盗版是从哪里来的？方心还是不知道。6. 书店里的人。最近几个星期，警察常常到中关村来，看见卖盗版的就把他们带走。卖盗版的人一看见警察，马上就跑。中关村卖盗版的比以前少了，方心和小月都很高兴。他们希望卖盗版的少了，买新月中文的人能多起来。可是冬天走了，春天来了，买新月中文的人还是不太多。方心打电话问了几个在小城市工作的朋友，他们说，他们那里还是有人卖盗版软件。中关村卖盗版的少了，但是小城市卖盗版的更多了。警察一直没有找到做盗版的人，只要还有人在做盗版，买新月中文的人就不可能多。但是做盗版的人是谁呢？他在哪里？北京的春天很短，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。没多久，夏天到了。周末的一天，小月来到中关村的一家书店。最近，她参加了一个电脑学习班，想多学一些东西。过几天就要考试了，她打算买几本书帮助复习。这家书店不大，除了卖书，也卖杂志、报纸和一些软件。书店里买东西的人不多，小月买了一本英文词典，还买了2本电脑杂志。刚准备走，他听到有人在打电话，那是一个男的。他打着电话走进了后面的一个房间。那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好像认识，但小月又想不起来他是谁。那个男的说：“是要新月中文吗？你们要多少？”小月想，谁在卖新月中文？她看了看，房间的门关着，看不见房间里的人。她走到房间外边，听那个人说话。房间里那个男的还在打电话。最少5块一个，跟你的客人说，这是最便宜的了，可以吧？好，那就这样，你把钱寄过来，我收到钱后马上把东西寄给你。你贵姓？姓李。好，没问题，我知道了。小月觉得不对，这是在说新月中文吗？新月中文一个好几百块，这个人怎么说是5块一个？5块一个，那一定是盗版。房间里的人在卖盗版吗？过了一会儿，房间里的人打完电话出来了。小月站到旁边，看了那个人一下。钱柜，那是钱柜。钱柜怎么会在这里？他不是开电脑公司吗？
怎么会在书店里打电话？这家书店好像也是他开的。他什么时候开了家书店？钱柜好像要去办什么事，没有注意到他，很快走到门外边去了。他叫了一辆红出租车，上了车，很快走了。小月想，这里一定有问题，他要看一看钱柜怎么卖新月中文。他马上到外边，上了一辆黄出租车，对开车的人说：“快，跟着前面那辆红出租车。”开车的人说：“好。”出租车很快往前开去。小月又说：“别离得太近，别让他看见有人跟着。”开车的问：“小姐，你们不是一起的吗？”小月说：“别问那么多，你好好开车吧。”下雨了，路上有很多水，车也很多。钱柜坐的红出租车开得不快，小月的黄出租车不远不近地跟在后面。红出租车一直往北开，开了一会儿又往西开去，又开了一会儿，他们出了城市，开到小路上。这里都是一些不高的小房子，路上的汽车也不多。钱柜怎么到这样的地方来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看起来这人一定有问题。小月坐在车上，拿出手机给方心打电话，说：“钱柜可能在卖盗版新月中文，他从中关村往北去了，我正在跟着他。”方心说：“知道了，我马上来。”钱柜没有看见有人跟着，红出租车一直往前开。没过多久，开到一个旧房子前，他下车进了房子。小月也下了车，走到那个小房子前面。房子的大门进不去，小月到旁边看了看，看见房子有个后门，后门开了一半，在那里可以听到房子里的人说话。他听到一个男的问：“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？”钱柜说：“老周，刚才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有人要买新月中文，要2000个，他希望今天就拿到东西，这是个好机会啊！我不马上来行吗？”姓周的说。有没有人跟着你？钱柜说：“没有人，谁也不知道我到这个地方来。姓周的这才高兴一点儿，说：“最近警察一直在找我们说话做事一定要特别注意，一定不能让人知道，别找麻烦。好吧，我们给客人准备软件。”小月往房子里看了看，房子不大，一个房间是卧室，房间里放着床，客厅里放着很多东西。小月看见钱柜和那个姓周的从房子里搬出几包东西，放到一辆汽车上。姓周的很高，不过长得很难看，不像是个好人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软件，高兴地说：“最近要新月中文的人很多，这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这么多人喜欢，好好干，我们一定会赚很多钱，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。”小月看见他手里的软件，就是新月中文。这个软件跟方心的软件差不多，但他知道这是盗版软件。方心一直在找做盗版的人，
谁知道这个人是钱柜。7. 钱柜的故事。小月的手机动了一下，她拿出手机一看，是方心打来电话，问：你在哪里？我怎么走？小月怕钱柜和姓周的听见，没有说话，走到旁边给方心回了一个手机短信，告诉他他在什么地方。然后他回到后门，准备看钱柜他们做什么。刚走到后门，他觉得旁边好像有人，回头一看，是那个姓周的高大男子站在他旁边，两只大眼睛看着他。姓周的问：你在这里做什么？小月没想到姓周的会看见他。我走错路了。钱柜听到他们说话，也从房子里出来了，看见小月，说：是你？姓周的问：你认识他？钱柜说：认识，她是方心的妻子。姓周的马上把小月关进房子里，问小月。你来这里做什么？小月有点紧张。没什么，我不认识路，走错路了。钱柜拿过他的手机，一看，说：他给方心打电话了，刚刚打的。姓周的打了小月一下，打得很重，小月疼得坐在了地上，没办法站起来。姓周的看着钱柜，不高兴地说：刚才我问你有没有人跟着，你说没有。你看，方心的妻子跟来了，他还给方心打了电话，方心一定会告诉警察，警察马上就会来这里，马上就会来找我们。钱柜说：老周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知道他跟着我们怎么办？姓周的说：杀了他，要不然他会把我们的事告诉警察，那我们就完了。钱柜站着不动。这样不行吧？杀了人，麻烦就大了。姓周的说：只能这样，快，警察快要来了。小月站起来想跑，姓周的又打了他一下，不让他跑。姓周的从房间里拿了一把刀，走上前要杀小月。钱柜看着他，说：老周，很对不起，是我给你带来了麻烦，这事还是我来办吧。姓周的说：那好，你来吧。说着，把刀给了钱柜。钱柜手里拿着刀，走到小月前面，好像要杀她，但一直没有动手。姓周的说：还等什么？快动手啊！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钱柜跑到姓周的前面，用刀对着他说：不要动，要动我就杀了你。回过头对小月说：快跑！小月马上开门跑了出去。钱柜一直用刀对着姓周的，姓周的非常不高兴，问钱柜：你怎么了？为什么放他走？你想让他去找警察吗？钱柜说：对不起，我只想多赚钱，不想杀人。姓周的说：你放他走，他会把什么都告诉警察，
你知道吗？钱柜说：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想杀人。姓周的看了一下大门，说：那好吧，他已经走了，我们不可能杀他了。警察马上就会来，我们也走吧。钱柜这才放开他。这时候，姓周的很快地打了钱柜一下，打得很重，钱柜手里的刀掉在了地上。姓周的拿起刀扎了钱柜一下。钱柜，狗一样的东西，你去死吧！我看错人了。钱柜伤得很重，啊的大叫了一声。小月从那个房子跑出来后，很快跑到大路上，一辆出租车开过来，她大叫：出租车，出租车！出租车开到她旁边，小月上了车，说：快开，快！出租车很快往前开去。小月回头看了看，钱柜和姓周的没有跟了。跑了不远，对面来了一辆警察的车。虽然那辆车开得很快，但是小月还是看见方心坐在车上。她忙说：对不起，我要下车。她拿出10块钱给开车的人，很快下车，大叫：方心，方心！方心也看见他了，他和2个警察下了车，跑了过来。小月，你没事吧？小月说：没事，他们拿了我的手机，还想杀我。方心上上下下看了看，见小月真的没事，才高兴一点，问：他们在什么地方？小月说：就在前面一个旧房子里，我带你们去。他上了警察的车，坐在方心旁边。汽车往前开去，很快来到了那个旧房子前面。警察跑到房子里，看见钱柜衣服上红红的，都是血。他已经没法走路了。那个姓周的男子已经不见了。看见方心，钱柜说：快打电话叫医生，周进要杀我，我要死了。警察马上给医院打电话，请医生过来。方心问：周进是谁？钱柜说：他是专门做盗版的，已经跑了。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方心问：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？钱柜疼得已经不能说话。不久，医院的车来了，几个大夫把钱柜送到医院。8. 做一个好人。钱柜在医院住了几天，方心和警察常常到医院里看他，他的身体好了起来。警察又问他做盗版的事，他这才说了出来。钱柜的家在一个小城市，他家人多，爷爷奶奶已经80多岁，爸爸妈妈也已经60岁了。他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姐姐，还有弟弟妹妹，他们都没有好工作，生活过得很不容易。更麻烦的是，他爸爸身体不好，常常生病，看病买药要花很多钱。他们家没有多少钱，常常要借钱看病。钱柜上大学的时候，每天上完课都去商店帮人卖东西，每年暑假也都去商店帮人卖东西。
上完大学后，刚开始他在一个大学里工作，每个月只有1000多块，每次拿到钱，他都要寄500-600块回家，给爸爸妈妈用，他自己花得很少，一年都不买一件新衣服，衬衫、裤子都是旧的。他觉得钱太少，不够用，就去了中关村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希望能赚更多的钱。开始的时候，不少人到钱柜的公司买电脑，但是他卖给客人的电脑又贵又差，很多人就不到他那里买东西了。公司的客人一天比一天少，已经很难再开下去。这时候，周进找到他，对他说：钱先生，赚钱一点儿也不难，只要什么都不怕，就会有钱。我们一起做盗版，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很多钱。我做这个已经好多年了，但是我一个人太忙。要是你能帮我，我们一起做，很多事就好办了。钱柜想了想，就跟周进一起做盗版了。什么软件好卖，他们就做什么软件的盗版。新月中文大家比较欢迎，他们很快就做了新月中文的盗版，开始在北京卖，后来又在一些小城市卖。钱柜真的有钱了，每月都给家里寄不少钱，他自己也买了不少新衣服，吃的也比以前好多了。但是他想不到，警察这么快就找到了他。谈起这些事，钱柜觉得很难过。他说：现在我知道了，要想把公司办好，先要做一个好人。只想着自己，不想着大家，公司一定做不大。放心，你是个好人，我希望新月电脑公司越来越好。钱柜因为做盗版，警察把他带走了。走的时候，他对方心说：对不起，方心，是我给你们带来了麻烦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开公司，要是能开，我一定要跟你学，做个好人。方心什么也没有说。又过了几天，警察给方心打电话，说他们已经在一个小城市找到了周进。警察高兴地说：我想以后不会有人再做新月中文的盗版了，你好好做软件吧，希望你们做出更好的软件。